清渊，苏家兵权已然落于我手，你活着再无半点用处。嫡姐，这至宝本就该属于我。你占着嫡女身份10几年，全族资源扶持你谋夺前程，对庶妹处处包容退让，你们却勾陷我父亲痛嫡亲，害死我们祖宗上下。多说无益，下去吧。去死吧，嫡姐！若能重来，你们亏欠我与苏家的所有，我必会一一清算。小姐，您可是被噩梦惊醒，脸色苍白的吓人。我重生了，明日便是您16岁及金礼。靖王殿下一早派人送来口信，明日会亲自登门向国公府求取婚约。我知晓了，汤药放在一旁桌案即可。小姐今日性情格外冷淡，莫非是身体哪里不适？我无事，只是方才做了一场凶险噩梦，不必挂心。萧景渊、苏灵薇亏欠我与苏家的一切，我会一步一步、堂堂正正讨回。嫡姐，今日是您的大喜之日，妹妹敬您一杯，祝您往后万事顺遂，平安无忧。女儿一时失手，绝非有意为之，还望嫡姐宽宏大量，饶恕我的过错。因为年纪尚小，一时失手罢了。你身为嫡姐，心胸应当开阔，不必与他计较一件衣裳。稍后我命人送来10套锦缎礼服，为你赔罪。这香囊里混了麝香与红花，是绝子的剧毒，混合迷情药材，是女子用来勾引他人的物件，心思实在歹毒。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我全然不知此物从何而来。庶妹蓄意设计，当众折辱于我，殿下不分黑白，一味偏袒，世间公道岂能如此颠倒？这只是开始。晚辈倾慕清远多年，今日被凡全套聘礼，恳请国公与夫人应允婚约。婚后我定会护清源周全，保全苏家世代荣华。清源，你出来，说说心中真实想法。靖王殿下不必心求娶臣女，殿下与庶妹苏灵早已两心相悦，何苦勉强彼此，委屈自身？渊，切莫听信旁人闲言碎语，我与灵薇仅有寻常兄妹情谊，从未有过半分逾矩往来。这些都是殿下私下赠与苏灵薇的信物，府中老徒亲眼撞见二人深夜私会，还有殿下为庶妹搜寻胭脂的亲笔信，桩桩件件足以证明二人私下往来密切，绝非普通兄妹。我所求从不是依附王爷换取荣华富贵，只盼一份坦荡纯粹的真心相守。若是遇不到契合之人，我独自护持家族亦可，不必勉强将就。收拾东西，走。婚约就此作废，往后我与靖王再无任何往来，不必相见，不必纠缠。母亲，女儿回来了。前世我没能耗住苏家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任人欺辱。这便是凤凰灵脉的力量。原来我生来便有这般天赋，却被他们生生埋没10几年。涅槃重生，浴火而起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是任人拿捏、任人摆布的凡俗女子。所有亏欠，我会一一清算，护我至亲，守我本心，不负这一场涅槃重生。小姐今日府中各处都在议论白日拒婚一事，不少下人私下传说，恕小姐心绪明洁，一直待在别院，未曾出门。她心中不甘，必定不会安分，很快便会生事端。肃亲亲嫡女，了结此事。果然，他们已然迫不及待，暗中雇人行凶。安处凶险，往后务必谨慎。多谢公子出手相救。小姐，方才太过凶险，幸好有这位神秘公子相救。小姐，恕小姐一早便在院外等候，说特意前来探望，想要为昨日及笄失礼之事致歉。让她进来，
嫡姐，前日集兵大典是我莽撞，坏了姐姐盛装大典，事后我满襟亏，彻夜难眠，今日特来致歉，还望姐姐原谅我的愚钝无知。知错能改，便是好事。往后安顿守己，谨守本分，不必再行多余之事。多谢嫡姬姐宽宏大量，我知晓姐姐近日心绪不佳，特意亲手熬了安神茶汤，姐姐饮用后可安养心神，平复心绪。妹妹有心了，暂且放在一旁，我稍后再饮。只愿姐姐日日安稳，无烦无忧。若是姐姐不嫌弃，往后我常来陪姐姐解闷儿。近日我想要静心读书修养，无需旁人陪伴，妹妹自行回院便可。恕小姐今日这般诚恳，为何您处处防备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他心机深沉，善妒狭隘，假意致歉皆是伪装，茶汤暗藏隐患，绝不可信。小姐，太医院荣恒登门到访，听闻小姐前日大典受惊，特意前来问诊探病。容颜性情温润仁善，医术高超，前世我身陷绝境，唯有他默默帮扶，不求回报，是世间难得的良善之人。请太医入内。苏小姐前日历经风波，听闻心绪受惊，在下奉命前来问诊，为小姐调理心心。劳烦太医费心。小姐脉象清澈通透，元气充盈，与往日孱弱状态截然不同，近日应该是大有精进。近日静心修养，调整身心，故而状态安稳许多。心态沉稳平和，便是最好的调养。前日府中风波，我略有耳闻，小姐遇事冷静，处事有度，实属难得。此药方温和滋养，可安神固本，调和气血，小姐按时服用即可，无需过量进补。多谢太医仁心相助，前世识人不清，错信恶人，错失良善机缘，今生必擦带眸，善待良人，广结善缘，安稳铺路。小姐，靖王殿下庭院等候，想要见你一面。我知晓了，随我前去。清渊，前日厅堂之上，婢妾太过冲动，当众拒婚，流言四起，不仅折损你自身名声，也让两家颜面受损。婚姻大事关乎一生归宿，随心而定，据实而为，何来冲动可说？与其婚后彼此和徒生纠葛，不如事前坦荡说清，各自安好。前日那些所谓证据，皆是有心人刻意伪造，故意挑拨你我关系，你切我轻信旁人谗言，错怪于我。我对你的心意从未有假。殿下不必再做虚言伪装，人心真假，行事虚实，我心中已然通透明白。与其耗费精力假意周旋，不如各自安分守己，不必勉强纠缠。看来你心中对我误会极深，我不愿与你生隙，更不愿与苏家结怨，只盼日后仍能和睦相处，互不生嫌。君臣有礼，邻里有度，安分守己，各行其道，便是最好的和睦。接连几日，庶妹假意示好，萧景渊假意周旋，黄昏竹林遇刺，诸多事端接踵而至，看似零散，实则处处暗藏关联。小姐，连那日竹林刺杀，至今查不出刺客来历，府中护卫排查许久，全无头绪。刺客行动精标明确，只为行事刘世隐故意针对我一人，背后必定是府邸内部之人授意，外人无从精准掌握我的行踪。小姐是说，是府中之人暗中勾结外人，蓄意加害？只有苏灵薇，前日几笔被揭穿伪善，婚事被我当众斩断，她颜面尽失，算计落空，心中计极深，最有行凶机。只是苏灵薇久居深宅，并无雇佣刺客构心引门录制财力，而此人定然是萧景渊。二人出面滋事扰我心境，萧景渊互通出手，彼此障碍，二人互相配合，只为除掉我，彻底掌控苏家资源。二人表面看似毫无牵扯，背地里竟这般阴险算计。他们擅长伪装隐忍，善于借他人之手行事，从不亲自露面，故而难以抓到把柄，让人无从追责。往后你暗中留意庶妹院中往来之出入品，但凡有异常动静，立刻悄悄禀报，切勿打草蛇。奴婢尽小姐吩咐。我不再是任人鱼肉的棋子，你们的伪善面具也该是时候撕碎了。小姐，今日药师珍稀药材颇多，正好可以多购置一些，供小姐修炼调饮使用。甄选药性纯粹、无杂无赖的灵草，才可辅助修行，固本培元。
将军，这批疗伤固本药材已然备齐，可以返程。你这株青灵草看着枝叶干瘪，灵气不足，怎就比寿北家贵了足足2成？买卖自贵，嫌贵便宰开，懂什么药性？不是好货就别乱点评应。我在这是摆摊多年，从不轻药无端找茬。这味药年份不足，市价不过100钱，你却按上品作价，岂非欺人？这位姑娘心性正直，眼识独到，实属难得。公子过誉，不过是公道本心，据实而言。本心公正，敢于知直言之人最为可贵。今生有幸，识得良人，广结善缘，前路亦可多一份助力。母亲遗留的这枚玉佩，究竟藏着多少秘密？小姐，这玉佩跟随夫人多年，传闻是苏家先祖世代相传的至宝，只是多年无人能解锁其中玄机。并非无人解锁，是需要凤凰灵脉之人方能契合。前世我灵脉被压，故而终生无法窥探半毫。原来苏家世代守护的，不仅是兵权家世，更是一方世间正道灵脉传承。难怪前世他不择手段覆灭苏家，只为夺取玉佩，窃取灵脉机缘。这一世，我既觉醒灵脉解锁传承，便绝不会让至宝落入恶人之手。苏家底蕴，先祖传承，静清安稳，我一一守住。玉佩之事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给外人透露半分，哪怕是府中长辈也暂且缄口。奴婢明白，誓死为小姐保密。殿下今日突然到访，不知所谓何事？听闻国公府嫡女近日性情大变，行事张狂，当众拒婚不说，私下更是举止反常，频频异动，引得外界流言四起，扰乱世家秩序。女子立身当温顺守礼，安分娴静，清月屡屡出格，坏我王氏颜面，也损国公府家风。今日我特来问问缘由。殿下所言，不知从何说起。你当众拒婚，肆意妄为，引得满城议论，岂非出格失礼？婚姻自愿，礼发规章，从未强逼女子屈身婚配。我据实拒婚，不慕权贵，并非失礼，恰恰是守礼自重，恪守本心，何来张王妄为之说？至于外界流言，皆是有心人刻意挑拨散播。殿下身为王室宗亲，不查真相，偏信谣传，反倒上门问责臣女与国公府，未免有失公许。性情端正，行事有度，绝非张狂之人，还望殿下明察，莫被流言传疯。她早已不是从前那个对我言听计从的懵懂姑娘。既然国公求情，今日之事暂且作罢，指望苏小姐日后谨守本分，莫再生出事端。他今日刻意发难，是察觉我心生忌惮，往后针对只会越发直。我儿聪慧通透，只是往后行事更需谨慎，切莫落对方圈套。明白，定当步步稳妥，护好自身与家族。小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近日暗中留意庶妹院落。昨日深夜，有陌生黑衣之人悄悄入内，停留片刻便悄然离去，行踪极为隐秘。果然是他们暗中联络，互通消息。可看清来人样貌，携带何物？夜色太暗，看不清面容，只是腰间佩戴一枚特殊银色纹路腰牌，不像寻常江湖人士所有，反倒像王府暗卫标识。是萧景渊的王府暗卫。你接下来继续暗中盯守，记录往来时辰、人手次数、物件往来，一一记清，不必惊动任何人。待证据齐全，便是他们无可辩驳之时。他如今越发难对付，必须尽早寻起。他依旧不死心，还在暗中筹谋算计。恕小姐屡教不改，次次存心加害，实在过分。无妨，越是急于行事，越容易露出破绽。他们越躁动，我越容易拿到完整证据。计划无从翻身，暮色渐渐，晨风微凉，暗中取证，不稳步变强，三管齐下，步步瓦解二人所有阴谋。脚步沉稳，落点规整，确实训练有素的暗卫步伐，绝非寻常江湖之人。
证据确凿，萧景渊屡次派遣暗卫入府，勾结苏灵威加害于我。莫非是那日救我的神秘公子？小姐，荣太医到访，快请入内。小姐近日身心精进极快，气息澄澈凝练，根基愈发稳固，体质与先前判若两人，实属罕见。近日静心调养，规律作息，故而状态稳步提升。小姐天赋极佳，心性沉稳，只是身体根基刚经历蜕变，切勿操劳过度，心绪变动过大，否则容易气机不稳，伤及本源。我今日勤调配一方固本培元汤药，温和滋养，稳固根基，可保小姐修行调息不受阻碍，安神稳气，调和周身脉。多谢太医费心周全。太医见多识广，若人身怀特殊气息，天赋异禀，日常调养可有禁忌？身怀异运之人，最忌心绪浮躁，被杂念扰动心神。只要本心坚定，平和自持，不被外界恩怨风波扰神，根基自然稳固，天赋顺势而长。受教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事事顺遂，步步风光，而我处处碰壁，步步落空？小姐息怒，狄小姐只是一时运势顺遂，往后总有机会可以扭转局面。机会？我一次次筹谋，次次被他化解。他如今心智深沉，步步设防，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任我拿捏的蠢货。连殿下都开始畏缩退让，不愿再为我出手相助。所有人都偏向苏清莹，所有人都看我笑话。恕小姐切勿急躁，等待合适时机，依旧可以重新布局。我等不起，再等下去，苏清日根基牢固，势力渐长，我这辈子永远都压不过他。不必等殿下指令，我自有办法。你去暗中联络旧人，我要亲自出手，彻底断掉苏清无的依仗。小姐万万不可，私自行事太过凶险。凶险也好，出错也罢，我绝不甘心永远屈居人下。小姐，恕小姐今日在院中大发雷霆，心绪失控，还私自吩咐侍女暗中联络外人，似乎打算私自出手算计您。意料之中。萧景渊已然察觉局势不对，选择隐忍观望，暂不出手。苏雷沉不住气，急于成，急于翻盘，便会自作主张，贸然行事。那我们要不要提前设防，阻拦他的动作？不必阻拦，只需静观其变。萧景渊心思深沉谨慎，行事滴水不漏，从不留痕，很难抓其把柄。而苏灵威心智浅薄，急躁冲动，一旦私自出手，必定破绽百出，漏洞不断。他越是惊躁冒进，越容易留下实打实的证据。我正好借他冲动之举，完整收集二人勾结作恶的全部线索，一次彻底清算所有旧怨新仇。奴婢明白了，我们只需静静守着，等恕小姐自己露出马脚，自露破绽。没错，你继续暗中盯守，记录他所有往来动向，切落惊动。前路风波看似汹涌，实则尽在掌控。反派越是造对，离落败便越近。你们隐忍布局多年，算计多年，今日心态失衡，急于反扑，便是你们败落的开端。启禀国公，北境边关传来加急书信，边关近日气候恶劣，将士生凶病靡并增多，军中常备疗伤药材紧缺，急需大量温和固本、疗伤安神的药材支援。边关将士守土卫国，浴血戍边，药材紧缺乃是大事，万万不可延误。大正北境常年风雪旬寒，将士驻守边疆，保家卫国，伤病频发。如今药材短缺，若不及时补给，必会影响军心战力。父亲，女儿愿主动整理药材，调配良方，助力边关疗伤补给。我儿心怀家国，仁心大义，实属难得。只是调配军用药材严谨复杂，你可有把握？女儿近日精修医术，通透药性，可筛选温和稳妥、适合边关将士体质的配方。寻常军中疗伤、固本安神配方，皆可轻松优化改良，药效更佳，绝不无。好，此事便交由你全权打理。府中所有药库药材、人力人手，尽数你调配。女儿定不负重托。
小姐改良的药方比太医院常备军方更加温和稳妥，对症使用。军中将士常年受寒积劳成疾，体质坚韧却匮乏严重，不可用猛药强攻，只可温和滋养，循序渐进，标板坚固。小姐，府中药库药材尽数备好，按照您的清单分类摆放完毕，随时可以打包运送边关。尽数按照配服分装，分类标注药方功效、服用禁忌、适用症状，清晰明了，方便军中使用。边关将士舍身守疆，护我大京山河安稳。我以医术助人，以良药济世，是本分本心。愿良药护将士安康，愿山河长治久安。此次行医济世，不仅让他积累深厚正缘，立身正道，更让北境军方、朝堂众人看到他的人心机术与通透格局，彻底扭转世人对他娇弱嫡女的固有印象。苏小姐打理军众补给，改良方救济将士，心怀家国，人心济世，实在令人敬佩。将军守土为国，浴血戍边，劳苦功高，我不过略尽绵薄之力，不值一提。医者仁心，济世救人，看似绵薄，实则守护万千将士性命，安稳边疆山河，功德甚大。往后苏小姐若有需我相助之处，但凡力所能及，我叶惊风必定全力以赴，绝不推辞。多谢将军厚爱相助。小姐，边关传来捷报，您调配的药材与改良药药方成效卓传，将军特意修书感谢。朝堂之上多位大臣也交口分赞，老爷在朝中颜面大增。不过是尽本分了，将士守疆，我行医，各司其职而已。小姐，如今京中世家都在议论您，人人都夸您聪慧仁善，再也没人敢说您只是空有家室的柔弱嫡女了。名声是双刃剑，往后行事更需谨慎，万不可落人口实。区女子竟有这般手段，再任由她成长下去，迟早会坏我大事。姑娘，京中都在传苏清英姑娘，她立下大功，如今风头无仰，凭什么她处处风光，我却只能躲在这偏僻院落里？我绝不会让她一直得意下去。我要从你最在意的家人下手，毁掉你在意的一切，让你声名扫地，再无翻身之力。我唯有问步前行，守住本心，护住家人，方能在重重阴谋之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正道坦途。我要从你最在意的家人下手，毁掉你在意的一切，让你声名扫地，再无翻身之力。老夫人昨夜还好好的，用了晚膳后便觉不适，夜里愈发沉重，连睁眼都费力。祖母一向身子硬朗，怎会忽然病得这般重？都怪孙女不孝，没能时时陪伴在祖母身边，没能及早察觉不适。母亲，您感觉如何？太医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，再坚持片刻。老毛病了，不碍事儿，就是胸口发闷，提不起力气。祖母昨夜可曾用了什么特别的吃食茶水？昨夜恕小姐亲自送了一碗安神养生汤过来，老夫人喝了小半碗，夜里便开始不适。嫡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疑心我给祖母下毒不成？那汤是我照着古方亲手熬的，都是滋补的好药材，我怎么可能害祖母？我并未疑心妹妹，只是询问病因，方便后续诊治。妹妹不必如此激动。老夫人并非普通风寒体虚，脉象不人沉滞，气血瘀阻，
像是误食了阻滞气血的药材，加重了体内旧疾，才会骤然病倒。怎会如此？府中饮食一向小心谨慎。荣太医，会不会是祖母年事已高，旧疾自行发作？府中都是自家人，绝不会有人存心加害。荣太医，我方来查看了祖母昨夜饮用的圣汤，残盏之中确实有微量制气药材的痕迹，虽剂量轻微，却足以扰动老人气血。苏小姐所言极是，确实是这类药材所致，剂量极微，寻常手法查验不出。若非脉象异常，极易当成普通旧疾发作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会像是寻常补药？定是有人中途动了手脚，故意栽赃于我。妹妹不必慌张，我并未说一定是你所为，只是汤药经你之手送来，你是最清楚药材来源之人，仔细回想，或许能找到疏漏之处。林薇，你仔细想想，药材从何而来？熬制时可有别人靠近？药材是我院中常备的，熬制时只有我的侍女在旁。许是药材又杂了杂质才发制，并非有为之。苏小姐不仅能辨识微量药痕，还能以气引药显形，这般医术与感知力，实在令在下佩服。太医院诸多资深御医，也未必有这般眼力。不过是自幼接触药材，稍敏感一些罢了，比不得太医系统医术精湛。医术高低从不在资历深浅，小姐心性通透，辨证精准，更难得心存仁善，这才是医者根本。今日若不是你及时察觉异常，老夫人被当成普通救急医治，只会越治越重。老夫人后续调理需温和疏导，循序渐进，不可用猛药。我拟一个长期调理的方子，小姐若有闲暇，可一同参详。以你的药理造诣，定能有所补益。故所愿也，不敢请耳。今日这制气药材，并非寻常人家易得之物，来路颇有些特殊。小姐往后需多加提防。对方既然敢对老夫人下手，往后未必不会有更出格的举动。我明白，多谢太医提醒。重一路，却有幸这般良师般的知己。药库西侧门锁有松动，你们从那边进去，重点烧毁珍稀灵草与边关备用药材，做完立刻走，不可久留。殿下吩咐的事不会出纰漏，放心。大胆鸡贼，竟敢夜闯国公府药库，拿下！啊！小姐，两名废贼已全部拿下，人赃并获，他们身上还带着引火之物，带下去严加看管，明日细细审问，查清背后主使。这一次人证物证俱在，看你们还如何抵赖。老爷、小姐，这两人嘴硬得很，审问了半夜，半个字都不肯说，只一口咬定是见财起意的寻常窃贼。胡说！寻常窃贼怎会有这般身手？又怎会专雕珍稀药材下手？分明是有人蓄奏指使。早料到对方不会轻易招供，暗卫个个都是死士，寻常审问根本无用。是不是寻常窃贼？一看便知。靖王府的暗卫，萧景琰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派人夜闯我公公府，损坏药材！我今日便入宫面圣，弹劾靖王纵容下属夜闯朝臣府邸，请陛下主持公道。父亲且慢。元儿，事到如今，难道还要忍气吞声？父亲，如今只有衣物标记，并无直接口供与书信实证。萧景渊大可推得一干二净，反咬我们诬陷王室，贸然入宫弹劾，未必能讨到公道，反倒会落得构陷宗亲的口实。不如暂且将两人秘密关押，留作日后证据。我们暂且按兵不动，让对方以为我们无计可施，放松警惕，往后必会露出更多破绽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为父太过急躁了。小姐，这阵法太过复杂，要不我们先回府，日后再慢慢研究。
阵法之道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今日若不打通这处关口，回去也难有进展。姑娘所演的是上古护足阵，只是这处纹路顺序颠倒了，难怪始终不通。这阵法需以灵气引动，按先天八卦排序，而非后天方位。姑娘颠倒了先后天次序，自然处处阻滞。此处需引天地之气，而非固守阵眼。多谢公子指点，醍醐灌顶，获益良多。我见姑娘身负灵韵，又研习上古阵法，心生好奇，便多嘴了几句。唐突之处还望包涵。我在这山中隐居多日，难得遇到懂行之人。姑娘若往后阵法上有疑惑，可来此处寻我。多谢公子，日后定当登门请教。启禀父皇，儿臣近日听闻，镇国公府私动用大批珍稀药材，未经报备便送往边关，不合理著，且府中管理疏忽，药材来路不明，恐有中饱私囊之嫌，还请父皇彻查。老臣冤枉，此事另有隐情，绝非中饱私囊。靖王殿下所言极是，边关军需自有太医院统筹，镇国公府私自供药，与理不合。再者，苏家嫡女一见宅女子插手军药炒粉之事，也太过逾越规矩，恐乱朝纲。回禀陛下，臣女改良药方，捐献药材，皆是为边关将士着想。所有药材皆出自府中私库，并未动用官银军需，且早已提前报备兵部，有文书为证，何来不合理制之说？镇国公妇女心怀家国，捐资济军，乃是好事，何来逾越之说？靖王多虑了。儿臣只是忧心理智，既然有报备，便是儿臣多虑了。朝堂之争，剥锤取贵，看来不能只守着内宅与药库，也该慢慢布局，积攒自己的朝堂脉与势力了。早就听闻苏大小姐医术高超，改良药方救了边关无数将士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不凡。夫人谬赞，不过是略通药理，尽些绵薄之力罢了。哎呀，对不住姐姐。这般冒失，若是烫伤了旁人可不好。今日都是贵客，失了仪态，丢的是苏家的脸面。人人都道镇国公嫡女有大家风范，堪当主母之才。谁？萧景渊正暗中联络盐铁官员，欲断苏家财源，并散布你修习邪术的谣言。墨轩，是你吗？小姐，怎么了？可是有什么异样？无妨，只是夜风有些凉。萧景渊想从商路与名声下手，倒是好算计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萧景渊，我们走着瞧。老爷、小姐，不好了！京中流言四起，都在诋毁姐修习邪术。咱们的商队也在山道出事，当地官府压着不肯查办，定是萧景渊从中作梗，先是散播污名，再断我商路，好一招釜底抽薪。父亲息怒，他既敢出手，便算准了我们会乱了阵条。我们越是急躁，反倒越中他的圈套。他们太过分了！明明小姐一心行善，反倒被说成邪术，这不是颠倒黑白吗？流言止于智者，可世人多偏听偏信。想要破局，光靠辩解无用，得拿真凭实据说话。商路那边也不能硬闯，得先查清背后动手的人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流言那边，我自会用医术澄清；商路那边，我亲自去查一趟。萧景渊想断我根基，我偏要借这个机会，把他安插上路上的钉子连根拔起。
苏家商队前几日刚出了事儿，谁知道你们车里藏了什么？想要过关，就得仔仔细细查，少则3天，多则半月。你们分明是故意刁难，我们只是普通行旅，凭什么扣这么久？凭什么？就凭这地界归我们管。关道关卡自有朝廷规制，你们无凭无据扣人扣车，是想公然为治。沿途关卡一律放行，谁暂无端生事，后果自负。是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这就放行。行。多谢阁下出手相助，不知阁下尊主如何称呼？改日我必登门道谢。尊主吩咐护苏小姐周全，不必言谢。尊主说山道劫匪就在前方密林，小姐小心行事。小姐，这暗影阁是什么来头？怎么会特意帮我们？是故人，他从不现身，却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默默铺好前路。这份不动声色的守护，比千言万语更让人动容。我算准了你今日会到这里，特意等你。云公子怎么会在这里？听闻商路不太平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过来看看。这处山道地势复杂，最易藏匪，光靠护卫巡查防不胜防。我可以在沿途关键节点布下奇门预警，靠近阵法便会示警。公子肯出手相助，实暂记不尽。只是这般劳心费力，我心下难安。你我一见如故，谈什么客气？再者说，你心怀家国，行医济世，我帮你便是帮这世道多留几分正气，总好过看着奸佞当道，好人受委屈。前日你问起的玄色英文令牌，我知道，那是暗影阁的标记。暗影阁尊主莫玄，传闻是前太子遗孤，多年来隐于江湖，从不涉足朝堂。他会帮你，倒是稀奇。莫玄，传闻莫玄清冷寡言，恩怨分明。他帮你，要么是有救恩，要么是有所图。不过依我看，不必藏得这么深。救恩？我与他素未谋面，何来救恩？除非这份恩情与母亲有关。这是活菩萨，姑娘年纪轻，医术这么好，谁说姑娘是邪术？我看明明是菩萨心肠。是啊，苏小姐免费给我们看病施药，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是邪术？都是那些乱嚼舌根的人造谣。对，苏小姐的医术，太医院诸多院判都交口称赞。她改良的边光药方，救了无数将士性命。医者仁心，光明磊落，何来邪术之奢？皆是用心人恶意造谣罢了。原来是我们错怪苏姑娘了，有荣太医作证，那定然是有人恶意造谣啊！难怪姑娘一诊半日，救治众人分文不少，心地这般良善，怎会是用邪术之人？真是荒唐！苏姑娘真是仁心仁术，心怀苍生，真是世间难得好苍生。多亏荣太医明辨是非，揭穿谣言，不然险些错取好人。小姐，您看，大家都信您了。信与不信不重要，能多帮几个人便是值得的。苏小姐，末将奉北境叶将军之命，专程回京递放军文文书。将军有言，苏小姐改良疗行药方，救治北境将士，功德无量。苏家队输送的药材、边关物资品质从无懈怠。从今往后，苏家商行便是北境军专属军需护送，谁敢从刁难作稿，便是与北境3军将士为敌。辛苦叶将军挂念，也劳烦父样千里奔波，专程回京一趟。小姐，国公爷，御采彻查山道贪腐一案，萧景渊安插的一众地方官员尽数革职查办，山道关卡再无刻意作难，苏家商路已然全线顺称。苏小姐仁心大义，行事稳妥，如今苏家商路得军方背书，安稳无忧。我等几家商户今日前来，愿凑资合伙，与苏家商路联营，一同输送边关金需，共谋安稳长久。承蒙诸位信任，是青阳的荣幸。你我联营共济，一同助力边关军需，亦是为家国尽一份绵薄之力。渊儿，你这一招借朝廷打力，既扫清商路阻碍，拓宽了家业规模，又稳稳结交军方人脉，一箭三雕，步步精妙。并非女儿手段高明，只是公道自在人心。萧景渊惯以阴私诡计打压算计，损人利己，终究难长长远。商路能这么顺利，暗影阁暗中疏通传递消息，功不可没。
莫玄，莫玄，他到底为我做了多少事，又为何要做到这般地步？莫玄，退后，躲好。你怎么样？毒针凶险，我先帮你拔出来。无妨，我自己来，你别碰，有毒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逞强？我懂医毒，怕什么？这样，每次都突然出现，救了人就悄无声息消失，从前连名字都不肯告知，如今受了重伤，总不能再偷偷跑掉了吧？让你受惊了。你不必次次都替我挡，我自幼习武，严实攻防医毒，自己也能应付。我不能让你有事。莫雪，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屡次三番救我？我们从前是不是也认识？你母亲苏夫人20年前救过我一命。当年我流落街头，身负重伤，奄奄一息，是你母亲途经乱世荒路，出手救我性命，还留了银联，让我得以安身谋生。后来我方知她是镇国公府府的苏夫人，这份恩情我记了整整20年。前世你落难倾覆之时，我也曾拼命赶赴相救，可终究迟了一步，未能护你周全。这一世你重生归来，我便立誓，绝不让前世惨剧重演，绝不让你再受半分苦楚。所以，前世暗中数次帮我、替我解围的人，一直待是你。是我，只是那时我身份敏感，深陷纷争泥潭，不便现身，只能暗处相助，终究还是没能护住你。不，我该谢谢你，前世也好，今生也罢，你都默默护我、帮我，若不是你，我根本走不到今日。福伯，我近日偶然听闻旧事，20年前，母亲是否曾在外救下一名重伤落难的少年？小姐不说，老奴险些忘了。当年夫人确实在外救过一位重伤的少年，那孩子眉眼深邃，性子隐忍倔强，受尽苦宠却风骨不改。伤胆好后，他未曾告别，悄悄离开了府邸。小你看，这便是那少年留下的答谢之物。夫人珍藏多年，时常念叨，说那孩子重情重义，只是身世飘零，实在可怜。老夫人，您快看，这碗汤药里头被人私自掺了异物，方才煎药的丫鬟已经拿下，亲口招供，是少姐苏灵薇授意她动的手脚。放肆！立刻把苏灵薇给我带过来！老夫人，这是何意？是苏姑娘让我下药的。我苏家待你不薄，自幼养你，教你诗书礼仪，从未苛待半分。你先前屡次构陷清冤，我念你年幼，次次包容宽恕，如今你竟丧心病狂，连我这个垂暮老者都要算计，你的心肠为何歹毒至此？凭什么苏清英生来就是嫡女，什么都有，我样样不比她差，却只能做个庶女，看人脸色。出身从来不是作恶的理由，苏家给你衣食无忧，给你教习诗书，你却满心嫉妒，次次暗下杀手，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。苏灵薇心性歹毒，屡教不改，法往城外家庙，终生礼佛祈福，永世不得踏入京城半步。
其身边作恶仆从尽数发落，杖则逐出府去。事已至此，你好自为之。往后在家庙静心悔过，未必不是一条出路。前世纠缠，今生算计，今日应数少节。我未曾赶尽杀绝，留你一生机，是人心，也是落幕。善恶终有归处此，邪魔散尽，家人安稳，前路皆为坦途。你来了。莫公子相邀，我岂有不来之理？从前诸多隐瞒，刻意疏离，皆是因我身份特殊，身处暗处，风波缠身，生怕我的牵连给你惹来无妄之灾。如今萧景渊已然盯上暗影阁，亦猜出我一直在暗中护你助你。事到如今，再一味藏人躲避，反倒徒增变数，于事无补。我都明白，你身负前太子旧案，血海深仇在身，步步如履薄冰，行事本就该万般谨慎。只是我从未想过，母亲当年一桩举手之劳的救恩，竟让你默默付出，守护至今。起初的确是为报恩，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份守护早已不只是恩情。情缘，前世我只能做暗处的影子，远远望着你，眼睁看你身陷劫难，无能为，护不住你，是我此生最大也是唯一的憾事。这一世，我不想再只做无名无姓隐于暗处的守护者，我想光明正大站在你身侧，往后所有风雨，所有风波，我陪你一同面对。前路风雨飘摇，风波难料，有你并肩，很好。我久居边关戍守，回京实属难得。今日借着苏小姐臣有幸结识三位，实乃叶某之幸。苏小姐心怀家国，兼具人心意，我敬你一杯。苏小姐医术卓绝，心性善，堪为医者楷模。今日能与小姐探讨医道，又得与诸位志士相交，幸甚极安。我本是山野闲散之人，此番下山能结识诸位这般有意思的同道，也算不虚此行。往后但凡需要阵法谋划之处，诸位只管开口。往后若是有需要，暗影局上下听凭调遣。多谢诸位厚爱。青云何德何能，得诸位倾力相助。往后前路风雨，你我并肩同行，守正道，护家国，不负本心。好，好。生辰快乐，往后每一年，我都在。苏家立足朝廷多年，根基深厚，我们可以从相关账目入手，找到可操作的方向，动摇苏家的根基。还有苏青云屡次打乱我的安排，届时也一并处理，便再无人能阻碍我的计划。连夜整理相关材料，筹备妥当，待合适时机推进。近日靖王府与皇后外戚往来过密，我暗影暗探探回报，京中遍地暗哨，风声骤紧。萧景色接连罢败，必定铤而走险，不日便会发难。你与国公大人务必谨言慎行，多加防备。他步步落败，节节受挫，早已按捺不住，只是没想到他竟不惜拉拢外，搅动朝堂浑水，看样子是决意要与苏家死战到底。暗影会全程紧盯他们所有动向，一有异动即刻传信。只是我身份晦暗，深涉江湖纷争，树敌无数。若他们刻意针对我，借机牵连构陷苏家，你不必顾念我，只管自保，无需为难。休说傻话，你我早已并肩同行，祸福与共，何来牵连之说？前路风雨再险，风波再大，我都会与你一同直面，绝不独善其身。陛下，镇国公身居高位，却不思报国，反倒贪墨军需，中饱私囊，置日万千将士性命于不顾，其心可诛。父皇，儿臣也不愿相信镇国公竟会做出这等事，可证据确凿，不得不卡，还请父皇下旨彻查，以正朝纲。陛下，臣执掌军需多年，向来守法，从未有过半分贪墨。这些账目分明是伪造的，是有人蓄意构陷老臣。真假与否，查过便知。传旨，由刑部与大理寺联合彻查军需一案。查实之前，镇国公暂兵权，居家听候发落。萧景渊筹谋许久，便是等着今日，先夺兵权，再罗织罪证，步步紧逼，意图倾覆整个苏家大好算盘。小姐，此事该如何是好？老爷兵权被泄，倘若罪名坐实，苏家便再无立足之地。切莫自乱阵脚，伪证终是伪证，谎言难掩真相。他们能伪造账册，我们便能够勘破其中破绽。清者自清，这场构陷终会大白于天下。速遣府中亲信分头去请莫玄、荣涵、云舒、叶京飞4人入府议事。我仔细核对过，这份弹劾的账目里，药材用量与配底完全不符合边关实际情况。北京严寒，驱寒药材用量本应更大，假账却少了30%，
明眼人一看便知有问题。很好，你将真实配比与抵当整理出来，做成正式文书，作为朝堂政务。苏小姐，将军说了，苏家药材救了无数将士性命，全营上下都感念请。谁敢污蔑苏家，便是与北境三军为敌。这些证词，账目将军让我务必亲手交到您手上。有劳将军与诸位将士了，这份恩情，苏家记下了。查到了，假账是由外嵌府上的账房先生伪造的，人现在藏在城外别院，手里还有剩余的假账底册。方位我算出来了，在城西30里的废弃别院，那地方偏僻，易守难攻。想来是他们藏证物的老巢。太好了，今夜我们便去城西别院，拿到原始假账，人赃并获，看萧景渊还有什么话好说。正门守卫最多，西侧院墙有处阵法盲区，守卫松懈。我用奇门遁甲布个迷阵，暂时困住外围守卫，我们趁机翻墙进去。你跟在我身后，不要乱跑。放心，我不会拖后腿。果然是他们联手所为，不仅伪造账目，还打算事成之后灭口账房先生，做得好一手过河拆桥。人证物证都要带回去。账房先生在偏房，我去带人，你们收拾证物。不好，他们发现了。你们带着证物先走，我来断后。要走一起走。证物比什么都重要，你带着他回去，才能救苏家。我不会有事。父皇，证据确凿，镇国公无从抵赖，若不严惩，恐难服众，更寒了边关将士的心。启禀陛下，镇国府苏清瑶携边关证词物证人证，宫外候旨，称有证据证明镇国公清白。宣苏清玉上殿。臣女苏清玉参见陛下。臣女有证据证明家父清白无辜，均需贪墨一案，纯属晋王与外戚联手伪造，蓄意构陷。桩桩件件，铁证如山。一派胡言，这些都是伪造的，是苏青龙为了脱罪刻意设局。陛下若视觉证据为假，大可让大理寺逐一核验。人证在，密信笔迹可查，孰真孰假一验便知。殿下这般急于否认，莫不是心虚？外戚构陷重臣，伪造军需账册，狼子野心，即刻打入天牢，彻查全部党网。靖王萧敬景渊罔顾手足君臣，蓄意罗织罪名，罚俸3年，又欲往府，非诏不得出。臣谢陛下明察。轩儿，委屈你了。莫玄是前太子遗孤，这是他最大软肋。只要坐实他谋逆的罪名，苏家与他往来密切，必然脱不了干系。届时不仅莫玄死无葬身之地，苏家也会满门抄斩。就这么办。先散布言搅乱人心，再拿出所谓的揭发。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地。几日之内，京城流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是我连累了女苏家，自我而起，我会立刻离开京城，不会让萧景渊阴谋得逞。我不准你走，身世不是罪过。20年前的旧案本就是冤案，你若走了，反倒坐实了谋逆的罪名，萧景渊只会更得意。可留下来，会把你与苏家拖入深渊。前太子谋逆是先帝定下的铁案，翻案难如登天。铁案未必。当年之事疑点重重，并没有冤屈，就算是先帝定的案，只要真相不是如此，我们就有翻案的可能。你信我吗？我信你。那就好，我们一起查20年前的真相，该大白于天下了。萧景渊想借旧案置我们于死地，我们偏要借这个机会彻底平反昭雪。父皇，儿臣查账多日，证据确凿，莫玄实为20年前废黜前太子的遗孤，身负前朝血脉。这些年，他隐匿江湖，暗中勾结镇国公府培植势力，图谋复旧朝，颠覆大萧天诛，其罪当死。此人一日不除，朝堂一日不宁，天下必生大乱。大胆逆贼，前朝余孽，竟敢潜藏世间，窥伺皇权！命禁军全城搜捕，围剿暗影阁，全力捉拿莫玄，即刻传召镇国公苏清玉父女入宫。陛下，臣女愿以性命担保，莫玄绝无半分谋逆心、谋逆之举。
他虽为前太子遗孤，却自幼流落江湖，常年恶扬善，济世救人，从未朝与朝堂议案，物资皆朝廷束手无策。是莫暗中奔走，查清真相，追回物资，于朝廷有功，于大消溃。所谓谋反，都是晋王片面词，无确证，故不足为信。真是便是卷罪。前朝余孽苟活于世，本身就是祸害，留之必成大患。苏家明知其身份，仍与其过错密，包庇逆贼，难辞其咎。镇国公府即日起全员禁足府中，不得外出，不得私会朝臣，静待朝廷发落。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莫公子被打入天牢，生死未卜，咱们府里也被彻底禁足，寸步难行。靖王萧景元这下彻底得逞了。别慌，天牢守卫森严，律法有度。萧景这未拿到实证，不敢贸然对莫玄杀手，他暂时性命无忧。萧景急于定他谋逆死罪，如今唯有申誓说辞，欠缺实打实的罪证。这场局尚未尘埃落心，我们还有时间翻盘。你即刻冒险暗中联络荣恒与云舒，分头行事，刻不容缓。让荣恒潜入太医院，深挖2年时前的宫廷旧医案，查找当年旧案破绽。让云舒暗中寻访官府存档，搜集当年斗案在世证人，务必赶在萧景要伪折证定案结案之前，拿到能够翻案的铁证。莫玄，再等等我。无论前路多难，险阻重重，我定会冲破困局，救你查旧案，还一身清白，护你岁岁平安。根本是病逝，根本是下毒谋害。我知道您心存愧疚，当年的真相该大白于天下了。找到，当年前太子根本不是谋兵败，而是被人诬打入天牢后又被下毒暗害，背后主使正是如今的皇后与萧景渊的母族。这是当年的太岳帝国药方里暗藏慢性毒药，日居尾才要了太子的命。先帝一直被蒙在鼓里，以为太子是病逝的。果然是冤案，莫玄的父亲是被人害死的。不仅如此，连谋逆的罪名都是被人罗织的。陛下，20年前的旧案另有隐情，前太子并非谋逆，更非病逝，而是被人诬陷下毒含冤而死。莫玄身为其子，背负污名多年，实在可怜，还请陛下明察，重审旧案，还前太子与莫玄一个公道。重审太子，释放莫玄，彻查涉案之人。莫玄沉冤昭雪，即刻赦免。青瑶，谢谢你。我们之间不用说谢。有埋伏，小心！萧景渊，这是狗急跳墙了。你躲在我身后，我护你出去。奸贼，开耳！陛下，靖王萧景渊私养死士，于京郊密林设机，意图灭口，掩盖旧案罪证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陛下明察。他竟敢私设伏击，当街灭口，欺君罔上，为掩盖一己罪行，草菅人命，罪无可赦。传朕旨意，将萧景渊即刻逐王府，彻查其所有罪状。萧景渊禁足王府，彻查与前太子旧案，无旨不得擅出。20年前前太子谋逆案实属诬陷，为皇后母族蓄意构害，军需县案、当街伏击案皆为萧景渊主使。今圣裁废皇后，打入冷宫，皇后母族瞒抄斩，萧景剃夺贬为爵，终生圈禁皇陵，永世不得入京，恢复前太子封号，厚葬皇陵。臣谢陛下隆恩。沉冤终晓，奸佞服刑，数年运劫一朝尽散，诸位可喜可贺。哈哈，大快人心！萧景琰野心滔天，作恶无数，今日落得这般下场，早就该有这一日。如今风波暂歇，总算是能喘口气了。这一切多亏了清渊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结果。前路漫漫，我们要并肩走下去。这从来都不是终点，只是一切的开始。往后风雨兼程，山河前路，我们一起走。北境蛮族4位盟约，大举兴兵南下，连破大境3城，边境守将战殉国，边关全线告急，恳请朝廷速发兵援。陛下，臣愿领兵出征，北上御敌，定将蛮族逐出大境疆土，护我边境百姓安宁。北境苦寒，蛮族骁勇善战，凶险万分，非你无人能担此重任。朕命你为北境当家元帅，即刻整军点兵，出征御敌。
北京苦寒，粮草转运艰难，战地医疗匮乏，战事拖延，伤病于补给必成大隐患。大军出征，若是生系不济，前方将士再勇猛，也难长久支撑战事。我要上书朝廷，亲自公办北京需战地医疗。安印阁可先行奔赴北京探查敌情，全程护卫粮道，保后勤无忧。只是此行凶险，边关战火无情，刀剑无眼，我不愿你再奔赴险境，以身涉险。你守家国大义，我便守你。前路纵使是刀山火海，万丈荆棘，我都与你同去，不离不弃。就是他。臣苏清渊奏请。准奏。陛下，北境战火骤起，将士逾越沙场，然边关粮转运迟缓，战地药材匮乏，重兵难救，此乃战事最大之隐患。臣女细察军司吏必以改良不调度之法，拟定战地救治章册此上书，恳请陛下准臣女随军北上，督办后勤医药诸事，保前线将士无后顾之忧。陛下万万不可！军务战事乃朝重臣男儿将水之责，女子身居七归了，从未涉足边关履历，怎可随军督办军需？朝野此请。大人此言差矣。苏姑娘先前改良军需，优化药方，救活无数将士，功绩朝野皆知。心怀大义，主动请缨，智谋治过人，思虑周全，远用臣，为国建才，何错之有？岂能因性别偏见，弃能用之财物，边关大局？苏清瑶深谙军需改良之法，心怀家国，志计过人，屡有功绩，今特许其随军督办后勤。封北境军需医官，总揽边关药调度、战场救诸事。臣女领旨，定不负陛下所托，筑卢后勤防线，护好前方万千将士后路。昔日深宅弱女，今朝奔赴山河，唯以医术谋略，护将士安家国。小姐，3日之内凑齐10万大军的粮草药材，根本不可能啊！事在人为，陈粮未必无用，药材也未必只能靠官库。陈粮虽陈，完好者仍占70%，可借力民间商户，碾粉混合瓜果杂粮，制成便携军粮，既能盘活库存，又能解燃眉之急。我来负责药材核验与配比。战地药材与寻常药用不同，需精简实用，便于携带。我整理了一套战地常药方，可按方批量制备成药，方便随军携带。太好了，有你孝助，适当干备。苏小姐心怀家国，我们这些做买卖的也想出一份力。这些药材都是上等画下，您尽管拿去用，钱不钱的不重要。诸位高义，青腰替边关将士，谢过各位。总算是赶上了，有这批粮草药材，前方将士至少无后顾之忧。这只是开始，真正的考验还在边关。就知道你会粮道发愁，我特意跟来，就是为了帮你解决这事儿。你怎么来了？边关凶险，你本不必来的。你们都上阵保家卫国，我总不能躲在山里清闲。再说，奇门阵法用在护粮道上，再合适不过。苏小姐，莫遵主吩咐，我等30人全程护卫粮队，听从云先生调遣。沿途斥候已经清理干净，暂时没有蛮族游骑踪迹。说，云先生这阵法也太神了，那么多蛮子进去就没了动静，简直神乎其技。雕虫小技罢了，有这几处阵法在，寻常游骑根本进不粮队的身。云叔，多谢你，若不是你，这粮道怕是要日日提心吊胆。朋友之间说这些就见外了。再说，我也不是全为了你，守好粮道就是守好边关，就是护好这天下百姓。我这隐寺之人，也算是为家国出一份力。